见过会吃人的猪吗？午夜12点半，业主群里501突然发了一条消息：楼里进了一只会吃人的大黑猪，千万别开门。大家嗤之以鼻，嘲笑他疯了，开什么玩笑？只有人吃猪肉喝猪汤，哪有猪吃人的？我也跟着调侃，让他来我家，我正好缺炖猪排骨当夜宵。501却立刻艾特我，快跑，他朝你家去了。我冷笑，觉得无聊透顶。直到门外传来咀嚼声，透过猫眼，一只体型巨大的猪正叼着半块银肉。它忽然抬头，直勾勾盯着我。它像是知道我在门内似的，一边咀嚼着嘴里的银肉，一边直直地盯着猫眼，那眼神诡异的要命。我的心跳都几乎漏了一拍。即使门外的光线昏暗，可我依旧通过它大致的轮廓看清了，此刻站在我门口的真的是一只猪，还是一只又黑又胖的家养猪。它站着一动不动，乌黑的嘴筒上还沾着很明显的血迹，只有一双眼睛透过猫眼死死地盯着里面。我心里一阵恐慌，刚想往后退，下一秒门外的黑色身影突然猛地撞向我家大门，整扇门都在震动。我踉跄着后退，差点摔倒。那大黑猪又撞了一下，这次力道更大，我甚至听见了锁芯强烈碰撞的声音。我忍住已经到喉边的尖叫声，捂着嘴巴跑进房间，躲在了衣柜里。好在我安的是防盗门，一头棕熊或许能有撞坏门的能力，可门外的这只只不过是一只家养的大黑猪，它就算再怎么厉害，也不至于有能撞坏防盗门的能力。趁着这个时间，我赶紧拿出手机准备报警。我不敢发出声音，只能用短信给110报案。为了让其更有信服力，我编辑报案短信时，将作案动物猪换成了有巨大杀伤力的野兽。警方响应得很快，让我躲在家里不要动，他们很快就来。可我知道我们这儿的小区太过偏僻，就连离这里最近的派出所，最快的速度也需要40分钟才能赶到现场。可门外的毕竟只是一只猪而已，我只要好好躲在家里不开门，就不会有事的。就在我松了一口气，以为只要待在原地安静等警察来就好时，下一刻，随着砰的一声巨响，我清晰地听见了锁芯断裂的声音。这怎么可能？我这新换的防盗门可是90毫米厚的新合金钢板门，一只家猪怎么可能撞得开？如果这头猪连防盗门都能撞开我这木质的房间门，岂不是轻而易举？我紧缩在衣柜角落，紧张的冒汗。而就在此时，隔壁的402突然在群里艾特我大骂：401，你脑子有病？大半夜的在吵什么？大半夜睡美容觉都被你吵醒了，一个小姑娘家的，怎么这么没教养？很快我听到隔壁传来满含怒火气的脚步声，那脚步声从卧室直逼门口，我心中一紧，赶紧私聊402：别出声，别出门，外面有猪。402回得很快：有猪？我看你才是猪！大半夜吵别人睡觉还找这么无厘头的借口，就算有猪又怎么了？一只猪而已，就给你吓成这样了。紧接着我听到隔壁传来很大的一声怒喝：不要脸！大半夜吵别人睡觉，老娘偏偏要出门来给你点教训。402的声音又亮又尖，即便是在黑猪巨大的撞门声中，依旧尖锐无比。而在他这一声报名后，门外的撞门声突然停了，紧接着传来了一阵细碎而又沉重的脚步声，这是猪的蹄子踏在地上的声音。我清楚地听到那大黑猪的脚步声正在朝着隔壁402走去。402的房门刚一打开，他的骂声就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声短促的尖叫。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业主群里此刻也热闹非凡，那些听到我们这楼动静的人都在群里大肆调侃：楼上这是打起来了吗？又是砸东西又是尖叫的，两个女人打架也这么狠啊？有没有人去现场直播一下啊？好久没见过女人打架了。只有刚开始在群里提醒楼里有猪的501，他焦急地在群里呼喊：不是人打架，是猪在吃人。401和402一定已经被猪吃了，大家一定要安静待在家里，不要发出声音。群里人纷纷嘲讽501又犯神经病了，可我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402八成已经出事了，不行，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那只猪一定还会再回来找我的。走大门太危险，于是我立马打开窗户，准备顺着天然气管道爬下楼。可就在这时，我听到隔壁402里面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像是咀嚼声又像是撕扯声。我立马意识到里面发生了什么，可我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震动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明显。402房里的咀嚼声突然停了，紧接着屋内又响起了猪蹄子在地上踩踏的声音。我不敢有一丝耽误，手脚并用使出全身力气往旁边爬。就在我用尽全身力气攀上楼道窗口时，隔壁402的窗户被一阵蛮力震碎了。我不敢回头看，撒丫子冲进了电梯。等到电梯门关上时，才暂时松下一口气。这时我才有心思打开手机看，刚刚的那声震动居然是402发来的。可那会儿他不是正在被大黑猪啃食吗？我颤抖着点开：救我，都是你害的我，好痛。就在这时，402的对话框里又一条消息跳了出来：好饿。我猛地一震，直觉告诉我手机屏幕另一头的人已经不是402了。于是我试探性的回复道：你还好吗？警察马上就来了。那头猪什么猪？我只是有点饿，
你能给我送点吃的来吗？我的手指僵在屏幕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电梯到了1楼时，我立马就冲了出去。可等我跑到大门口时，才发现我们这幢楼的门已经被牢牢地锁住了。怎么会这样？就在这时，楼梯上又传来了熟悉的踢踢踏踏的声音，是那只大黑猪追下来了。我不敢再犹豫1秒，猛地转身往电梯那边跑。冲进电梯的瞬间，我拼命地按着关门键。好在大黑猪冲过来的最后1秒，电梯门终于关上了。我赶紧掏出手机，颤抖着手指在业主群里发消息：楼里真的有一只会吃人的猪，大家千万不要开门。我已经报了警，只要大家安心待在家里不出声，警察来了我们就没事了。可群里的人依旧不以为是。不是吧401，你也开始发神经了？不是，各位，我刚刚好像真的听到了猪叫声。看到这些人的话，我又急又气。眼下4楼的家是回不去了。突然，我想起了最开始就在群里发出警告的501，他一定知道些什么。我将电梯按到了5楼，可等我出了5楼，才发现整个5楼除了501的门紧闭着，其他住户的门全部都敞开着。走廊里散发着一股子巨大的血腥味。我一边敲501的门，一边给他发消息：501，我相信你一开始说的了，楼里真的有会吃人的猪，他已经把402吃了，我可不可以进你家躲一躲？501并没有开门，只是隔了很久才发了一句：你不该报警，现在你就等死吧。我猛地一愣，为什么不能报警？难道猪还会知道我报警这件事？与此同时，楼道里已经传来了猪蹄在楼梯里狂跑的声音。我心里一紧，赶紧就近冲进了502的房间里，而后将门反锁上。而那头猪则不停地撞击502的门，巨大的撞门声在夜里显得格外明显。我退到窗边，突然注意到501的窗台就在我隔壁，中间只隔着1米多的距离。来不及多想，我深吸一口气，纵身一跃，翻进了501的窗台上。砰的一声，502的门彻底碎了，那只猪竟然也跟着跳了出来，重重地摔了下去，发出一声凄厉的嚎叫。然而奇怪的是，501的房间里根本就没有人，他的房间里一片狼藉，地上散落着各种实验器材和文件。我捡起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实验数据。在文件的最下方，我看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标题：基因改造生物实验记录，黑猪01号。下方还配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正是刚才那只黑猪，只是体型要小得多。照片旁边写着：实验体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和食人倾向，建议立即销毁。我彻底愣在了原地，浑身爬满了鸡皮疙瘩。这是什么意思？基因突变，猪丧尸吗？突然我听见楼下传来一声嚎叫，跑到阳台边一看，那只猪竟然没死。抬头看向我所在的位置，我听到了楼底下砰砰砰的撞门声，是那只大猪在撞1楼被锁上的大门。趁着这个时间，我转身走进501的卧室，想要找到更多的线索。果然，我在书桌上发现了一本日记，上面潦草地写着：我说过白猪1号已经不适合再继续实验了，必须马上销毁。可是他们瞒着我继续留住了他，他逃出来了，整幢楼都已经变成了实验场，所有的住户都会变成实验品。我被骗了。如果有活着的人有幸看到这本日记，请你记住，千万不要相信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就在这时，我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我顺着猫眼朝外望去，站在门口的人正是402。他的样子很是奇怪，他的眼睛形状已经完全变了，就像是猪的眼睛。随后只是1秒钟的时间，他的外形又变成了正常人的模样。有人在里面吗？我立马捂住嘴，连口气都不敢喘。下一秒，他猛地用身子朝我的门砸来，砰砰砰！就在这时，业主群里的消息又弹了出来：真的有猪，那只猪居然把大门撞破了，怎么办？好害怕！他好像往楼上去了，我听到声音了。我赶紧给1楼的2个住户发了消息，趁着黑猪上楼的机会，你们赶紧从门口逃走。可他们接下来说的话却让我几乎汗毛竖立。谢谢你401，但是502正在我门外敲门呢，我到底该开不开门啊？我也听到了，还好503今天来我家玩了，他包里有防狼喷雾，我们2个还能有个照应。我现在就在5楼，502和503怎么可能会出现在1楼？除非他们和402一样，被那只猪咬过之后就变异变成丧尸了。而这种丧尸他们是有大脑，会有意识行动的。于是我赶紧打字：别开门，现在谁也不要相信，远离502和503。然后我又尝试性向501求救，我求求你，你能不能救救大家？没想到501无情地回复道：我早就提醒过了，没人相信我，现在事态已经失控了，更何况你不该报警的，这里的秘密已经暴露了，我也无能为力了。与此同时，那只黑猪再次来到了门外，他和402开始合力撞门，眼看房门即将破碎，我在房间不停翻找可以对抗的武器，可什么也没有，只找到一捆比较粗的绳子。于是我将绳子牢牢拴在窗户上，然后准备顺着绳子逃出居民楼。此时我已经听见房门碎裂的声音，我赶紧加快了下楼的速度，好在有惊无险，我平安地逃了出来。就在这时，我的身后走来几名警察，他们面带热情地询问道：小姑娘，是你报的警对吧？对，是我报的，这栋楼里有丧尸。可没想到警察却说：你肯定是受惊了，
刚刚你的朋友已经把里面的情况告诉我了，只是一只发疯的猪而已。我朋友是谁？是我们呀。此时有2道身影从警察后面走来，他们是101和102。据本台消息报道，昨晚希望市降职小区发生丧尸感染事件，现在整个希望市已经沦陷，请大家待在家里，不要随意外出。过年期间，手机里莫名多了一款恐怖游戏，我刚打开就弹出一条血红色的公告：今日在线时长小于30分钟的玩家嘎。看着手机里略显狰狞的字体，我不禁有些兴奋。作为资深的恐怖类玩家，我忍不住摩拳擦掌，想好好体验一番。可无论我点击什么地方，屏幕上都始终只有这一行孤零零的血字和一串实时流动的倒计时。我本以为是我的手机卡了，可不管我重启程序还是重启手机，依然只能停留在这个诡异的画面。眼看什么操作都没有用，我怀疑必须等倒计时结束才能正式进入游戏，于是干脆把手机扔在了一旁，打开电脑刷起了剧。直到了晚上，当我再度拿起手机时，我懵逼了，屏幕上仍然只有一行血色的字迹，但内容却变了。恭喜玩家任务完成，你活过了第1天。折腾了那么久，合着就完了一句话，有这功夫干点什么不好？心里升起一丝不满，我立马划回了桌面，想要把这款没用的游戏卸载掉。万万没想到，它居然是个流氓软件，任我怎么卸载都始终无法将这个游戏从我的手机里移除。等到了晚上睡觉时，一道刺耳的铃声突然传进我的耳朵，拿起手机一看，整个屏幕都被猩红的血色占据。一则公告弹到眼前：注意，今日游戏时间仅剩1分钟，请检查自己的任务进度。我抬眼瞥了瞥时间，还真是23点59分，但我并没有在意，随手把手机扔开，准备再度入睡。可没过多久，就有一道杀猪般的惨叫声从我的楼下骤然响起，紧接着过了大约10分钟后，几辆救护车飞速驶来，才有人小心翼翼地上传了几张全是马赛克的照片。小区里死人了，死相极惨，简直就是4分5裂，而且死了不止一个，有1栋的，有3栋的，有12栋的。听家属说了，不是什么谋杀，压根没人碰死者，突然就口吐白沫开始挣扎了，这不会是什么新型病毒吧？业主群里众说纷纭，看着那几张模糊但惨烈的照片，我不禁皱紧了眉头，心里暗暗有种不好的预感。而与此同时，一道熟悉的刺耳铃声也再度响起，一则公告顶到了手机屏幕上：第1场游戏结束，本地服务器玩家总数4800，死亡玩家1620，存活玩家3180。仅10分钟后，一则紧急新闻快讯就在某日头条上疯狂传开：疑似致命病毒在我市疯狂传播，发病前毫无征兆，死亡速度极快，目前病例达1600人左右，传播途径尚未确定，请市民务必小心。一时之间人心惶惶，看见1600这个数字，我也更加确定，这场害人的灾变就是手机里的血红游戏所致。这款惊悚游戏居然真的可以在现实世界里疯狂杀人。事到如今，我再也没法抵挡心里的担心和恐惧，迅速拨动3个数字，想要报警，可我还没来得及把电话拨出，一则新的游戏公告已经强制占满了我的手机。欢迎各位进入血红游戏，游戏规则如下，请玩家们务必遵守。违者嘎：1. 本游戏仅玩家可见，请勿在现实中泄露关于游戏的一切。2. 接下来的3天，系统将推出3个不同的游戏场景和对应任务，完成者方可存活至下一天，失败者当场死亡。3天之后，若服务器内无玩家存活，则整座城市全部沦陷，加入更大规模的超级死亡游戏。若有玩家顺利通关，则时间倒退回开服时期，死亡的玩家也将悉数复活，人类的存亡或许就把握在你的手里。从现在起，游戏正式开始。公告结束之后，游戏主页上也顺势弹出了一个新的窗口：是否进入今日游戏？我深吸一口气，想着反正也逃不了，直接点击了是。几秒后，手机里闪烁起一阵猛烈的血光，径直把我吞没。本次游戏为双人副本，已为您匹配同服玩家。再睁开眼，我竟早已不在自己的房间里，而是身处一间陌生的中式婚房。精致的红布从房梁缠绕到地上，红灯笼里闪烁着温暖的火光。更诡异的是，我的身后竟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一袭红装的新娘，细细一数，整整有18道身影，全都盖着红盖头，沉默不语。而我的身旁正站着一个身穿便装的女生，脸上写着一样的迷茫。与此同时，一道机械的嗓音突然响起：您面前有18位红装新娘，其中17位是恐怖的阿飘假扮的，仅有1人是真正的新娘。你们各有2次掀开盖头的机会，4次机会全部用完之前找到活人女孩。游戏胜利，失败则副本玩家全部死亡。请注意，副本持续时间为1炷香，若时间结束尚未完成任务，游戏将直接判负。话音落下后，我们终于搞清楚了眼前的状况。一旁的女生主动向我打招呼：你好，
我叫青青，我叫酱汁。看这个规则的意思，我们俩应该是纯粹的合作关系，私自机会并不算多。我觉得我们最好商量着一起做决定。我立马表示赞同，没问题。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各自围绕着婚房里的18位新娘转了2-3圈，仔细观察了每一位新娘的服装和身形，差不多花了半炷香的时间。在碰头时，我叹了口气，我完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不同，本以为人和阿飘之间多少会有些区别，结果他们18个的外形就像复制粘贴出来的，简直一模一样。青青闻言也有些无奈，我这边的情况也差不多，我甚至还悄悄跑到他们每个人的耳边问了话，全都安安静静，没有一个人理我。不得不说，眼前的状况有些棘手。虽然我也算玩过不少中式恐怖游戏，但真的跑到这种诡异的场景里，还是有点手足无措。青青闻言立马转头看向我，你是说你经常玩类似题材的游戏吗？是的，我玩过几款。那在类似的游戏里，人和阿飘一般都有些什么区别？我思索片刻回道，一般来说阿飘都没有影子，但我刚才已经仔细看了一遍，他们不仅有影子，而且影子的长短方向也都一模一样。还有别的吗？我想了想回答道，在有些恐怖游戏里，阿飘是没有脚的，小腿以下都是空荡荡的，这也是他们被称为阿飘的原因。青青顿时眼前一亮，他决定挨个试试，摸一下这些新娘的脚踝，看看那精美的绣鞋里会不会是空气。可就当他伸手碰到第一个新娘时，那位新娘却突然伸手拽住了他的手臂，随后猛地掀开了自己的盖头，露出了一张极其诡异的脸。那张脸光滑无比，皮肤极其细嫩，却找不到任何五官。他嘻嘻一笑，发出了银铃般的声音，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嘴巴到底生在了哪里。哪怕提前做过心理准备，可当这样一张脸摆在面前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惊呼。青青离他更近，显然也是吓得不轻。与此同时，系统的声音也随之出现，第一次机会已消耗，请继续寻找。婚房里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好不容易平复了惊魂未定的心绪，青青的脸上浮现出一丝遗憾的神情。看来只要碰到其中某位新娘，她就会自己把盖头掀开。刚刚那个办法是行不通了。我忍不住揉了揉太阳穴，心里也有些发愁。不能碰也看不透，难不成只能靠猜？无奈之下，我们俩只好各凭直觉选出了2个答案。他掀开了第5个新娘的盖头，我则是选了自己的幸运数字17。可见到的都是没有五官的脸。不知不觉间，时间已经所剩不多，香炉里的檀香烧到了大概4/5的位置，而我们2个人也只剩下了最后一次机会。青青的脸上已经写满了焦急，我不停拍打着额头，希望自己的脑子能赶紧发力，但它就像是上班时坏掉了一样，死活想不出任何东西。毫无办法的我，只能不停翻弄婚房里的所有器物，包括到处都是的红布和墙上的红纸，希望它们会是什么隐藏道具，或者暗藏着什么机关。眼看檀香马上就要烧到尽头，无奈的我只能拨弄着那红光闪闪的灯笼，希望能找到一点解谜的灵感。屋里的光芒摇晃了几下，青青突然猛地站起身来，我好像知道怎么过关了。听他这么说，我立马来了精神，轻轻指了指灯笼，你别停下来，继续摇。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还是赶紧照做，重新摇起了灯笼，轻轻回头看向那18位新娘，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迅速走到了其中一位的面前。直到这时，我才终于明白了他的用意，原来人阿飘之分真的和影子有关。虽然所有的新娘都有着一模一样的影子，但是当屋里唯一的光源灯笼不停移动时，只有一位新娘的影子会随着一起左右摆动，其他新娘的影子都是画在地面上的，根本纹丝不动。因此青青果断出手，趁着檀香即将烧尽，把这位新娘的盖头直接掀开，一张属于人类女孩的青色脸庞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与此同时，系统的声音终于响起，恭喜2位玩家顺利通关，你活过了第2天。眼前一黑之后，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过了几秒后，系统又弹出了一条新的信息，是否添加玩家青青为好友？没有半点犹豫，我直接选择了是。对方已同意，若后续副本依旧是多人任务，可直接邀请您的好友同行。第2天，小区里又陆续出现了几桩可怕的病毒死亡案例，我的心里十分清楚，这些都是在第1天副本里失败的人。终于到了晚上11点59分，熟悉的铃声出现，一则新公告占满了屏幕。第2场游戏结束，死亡玩家2652，存活玩家528。公告结束之后，游戏主页上顺势弹出了一个新的窗口，是否进入今日游戏？我紧握着手机，轻轻点击是。与此同时，手机右上角也多出了一个陌生的邀请标志，我赶紧抬手一戳。本次游戏为10人副本，您的好友青青已同意邀请加入房间，正在匹配其他同服玩家。猛地睁眼后，我已身处一所学校的教学楼，我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一个黑色的小方块，偶尔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应该是个对讲机。此时机械的嗓音响起，你们是10个鬼屋爱好者，据说这里常年闹阿飘，屡屡发生失踪事件，
早就让你们垂涎已久。可当你们壮着胆子走进这里后，你们才猛然察觉，这里好像真的住着一只杀人不眨眼的恐怖阿飘。所以请你们尽快找寻合适的地点隐藏自己，10分钟后他将开始杀戮，若能存活半小时，则该玩家通关。当然，不管你们藏在多深的角落，他都可以破门而入，把你们切成2半。逼仄的走廊里飘荡着粗粝的回响，配上学校阴飕飕的环境，让人不寒而栗。一位玩家举起手率先发言：各位，很明显这是一个类似于躲猫猫的游戏，我们这里有整整10个人，如果绑在一起走的话，目标太大。既然系统给我们配备了对讲机，那大家就赶紧分开，各自行动吧。如果有人发现了什么特别的线索和信息，请记得分享出来，这样可以增加所有人的存活概率。众人闻言纷纷赞同，很快便各自散去，寻找自己的藏身之地。我看向身旁的青青，我们俩一起走吧。我也是这么想的。于是我们朝宿舍区域奔去，推开一间平平无奇的寝室门，里面全是学生遗弃的生活用品。青青四下张望，寝室里能藏的位置好像也只有床底和衣柜里了吧？你想待在哪儿？衣柜太容易被发现了，我们还是躲在床底吧。就这样，我们2人一左一右融进了黑暗之中。此时怀里的对讲机率先滋滋作响，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突然出现：喂，你们有谁是躲在教学楼5楼的？10分钟的躲藏时间已经到了，阿飘很可能已经进入学校了，不要一直敲我的门了，行不行？就算有主动找死的，也别拖着我下水啊！然而整整10几秒的时间过去，也没有任何人回应他，直到1分钟后，才终于有了另一个声音：哥们儿别问了，我刚刚看过了，10个人里只有咱俩选了教学楼，我人在2楼，你最好祈祷自己是幻听了。我和青青对视一眼，而仅仅又过了1分钟，那个男人焦急的声音便再度传来：完了完了，我好像要……她就像一个从血池里爬出来的女人，穿着老师的衣服，手里拿着一把消防斧，把我的教室门劈开了。我明明藏在角落的垃圾桶里，从外面根本看不到，可她一进来就死死盯着我的方向，朝我慢慢走过来了。怎么办？有没有人能救救我？男人不停啜泣着，我们突然听到啪的一声，似乎有什么物品落地。一片死寂之后，对讲机里隐隐出现了一个极其陌生的女人声音。第一个，教学楼里爆发起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一道道剁骨声在学校里不停回荡。听着对面楼里恐怖的声音，我几乎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可仅仅几秒之后，对讲机里又传出了另外一个玩家的声音：不对啊，是你们的恶作剧吗？为什么我这边也响起敲门声了？听他这么说，有人发出疑问：你在哪啊？不会也在教学楼吧？我在宿舍楼的6楼啊。此言一出，所有人的心里都忍不住咯噔一跳。这种时候你不要乱开玩笑啊！就这么2、3秒，他就从教学楼跑到宿舍楼了。所以我才问你们，是不是有人在搞恶作剧啊？我去，好像有人在砸我的门。其他的玩家忍不住捏了把汗。你还好吗？结果他带着颤音说出了人生的最后3个字：他来了。惨叫声再度刺破天际，我做梦都没想到，短短的3分钟时间，10位玩家已经淘汰了2人。现在看来，对方简直就像开了挂一样，又可以透视，又能够瞬移，这还怎么玩？教学楼里唯一的幸存者说出了他的想法：各位，我严重怀疑，就是手里的对讲机暴露了我们的坐标。从现在开始，我会立刻把我的对讲机扔掉，换一间教室待着。你们最好也这样做。如果对讲机里真有定位器存在，那确实扔了才能更好的活下去。但倘若没有的话，我们剩余的玩家就将完全失去信息共享的可能。可还没等我们做出决定，2分钟后，教学楼再次传出了凄惨的哀鸣。显然，这位玩家用他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幸好剩余的玩家里还有一道比较冷静的声音，努力安慰着众人：大家千万不要惊慌，这个游戏既然设置了通关条件，大概就不会是必死之局。逃生方法或许就藏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胆子大一点的，可以像我一样，慢慢摸索附近的每一间寝室寻找线索。胆子小一点的，最好待在房间门口的地方，方便观察阿飘是否靠近。尽量不要像前面几位玩家一样，把自己关在狭小空间里，只能坐以待毙。对讲机里立马响起了不少回应：没问题，我听你的。我和青青也觉得光靠藏匿是不够的，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靠近了门口。然而此时一道急促的声音从对讲机里冒了出来：怎么办？敲门声好像跑到我这里来了。你在哪儿？我在宿舍楼5楼楼梯口。你确定吗？可我刚刚才从那里路过，根本就没有人啊。对讲机嗡嗡作响，听得我们满脑子雾水。2个人说的话为什么互相矛盾？正当我想开口再问一些细节的时候，一声惨叫瞬间爆发，从头顶的位置传了下来。我去，他真的被嘎了！我现在就在他的隔壁，但我刚刚真的没看到任何人接近这间寝室啊！完了，我这边也响起敲门声了，救救我！救救我！这时刚才发动指挥的那位玩家终于再度发言：待在屋子里必死无疑，向死而生吧！你试试主动推开门，往楼道附近跑。我们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死死盯着手里的对讲机，迫切地想知道他能不能从阿飘怪的手里跑掉。不对啊，
为什么我推开门后发现走廊里根本就没有人？而且敲门声还一直在持续。不行了，我要赶紧换一个地方。我现在躲到了5楼的杂物间里。不对，怎么我刚走进这里，敲门声就立马跟过来了？听他这么说，我的心里也升起几分焦急。你赶紧像刚刚那样再推门出去吧。可他却愣住了神，说话变得结结巴巴。来不及了，斧子已经把我的门劈开了。痛苦的哀嚎瞬间撕破了黑夜。时间还没到10分钟，玩家已经折损过半。这个所谓的怪物也太诡异了。本以为透视加瞬移就已经足够变态了，现在居然还要加上一个隐身。接下来的5分钟里，我们依然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对抗阿飘的信息或者道具。在2位玩家军逃窜无果陆续死去后，整个学校里已经只剩下我和青青以及那个一直在试图指挥拯救大家的人。无可奈何的我们只能不停奔走在不同的寝室里，生怕下一秒就被阿飘怪锁定了目标。直到沉寂许久的对讲机终于再度响起。剩下的2位，你们还在吗？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并且找到了一些可以佐证的材料，或许可以保证我们活下去。你们愿意尝试吗？闻言，我和青青顿时眼前一亮，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们震惊无比。如果你们信得过我，现在立刻跑到操场上。什么？去操场上？我们俩都觉得有些震惊。他不会是被阿飘怪盯上了，想让我们主动出去送死，替他牵扯阿飘怪的注意力吧？对方的话到底能不能相信，变成了我们此时最大的困扰。可就是这么摇摆片刻的功夫，那可怕的敲门声居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附近。我和青青对视一眼，心中忍不住一紧，快跑！推门而出后，果然没看到走廊上有半点人影，但我们深知不管跑到哪个隐秘的角落，他都会破门而入，直到把我们残忍杀害。或许是听到了我们急促的脚步声，对讲机里那人也跟着焦急起来。你们被盯上了吗？相信我，来操场，来我这里，稍后会给你们解释原因的。面对几乎必死的局面，我们只好咬着牙向着操场跑去。不一会，我们就和那位所谓的指挥官会合了。他笑着安慰我们2人：“放心吧，咱们已经安全了。”果然，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好几分钟过去了，那个阿飘再也没有出现过。青青忍不住问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个指挥官女孩轻轻一笑：“刚刚我在办公室里躲藏时，发现了一本破旧日记，上边记录了关于这个阿飘的由来。其实这个阿飘名为张美美，她本是一名善良的女教师，可正是因为她长得漂亮，结果被几名肮脏的校领导盯上。在某个加班的雨夜，张美美惨遭几名校领导的侮辱，并且还被残忍杀害。而那些校领导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就将张美美的尸体焊进了双层肛门中。自此之后，张美美便化作成阿飘，狙击消防服，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其实她并没有隐身瞬移的能力，只不过她可以在任意一扇门里穿梭罢了。所以说，只要我们躲在空旷没有房门的地方，就可以躲避张美美的追杀。是的。此时刺耳的喇叭声再次响起。半个小时的时间已到，恭喜你们3人顺利通关。就在我们即将返回时，我开口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今天真的谢谢你。”女孩笑着说道：“我叫小美，不客气。”眼前一黑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并以相同的方式添加了小美为好友。随后我放下手机，打算睡一个好觉，准备养精蓄锐迎接最后一关的考验。而接下来的1天时间里，我就睡醒了吃饱了睡，希望以此能让身体达到最佳状态。不知不觉间，时间终于到了第3天的晚上，熟悉的铃声出现，一则新公告占满了屏幕。第3场游戏结束，死亡玩家508，存活玩家20。公告结束之后，游戏主页上再次弹出了那个熟悉的窗口。是否进入最后一场游戏？我深吸一口气，点击了是。本次游戏为全员副本，正在匹配所有玩家。再次睁开眼，我们已身处一个巨大的天平之上，天平的下面则是滚滚的岩浆，不停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而我们的对面则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女孩。正在众人疑惑不解猜测关卡时，刺耳的喇叭声再度响起。你们是20位阿飘审判官，一直秉持着平等公正的原则，而你们的对面是一位受冤的阿飘，即将要被打入下方的岩浆地狱。希望你们可以找到正确的方法，让天平保持平衡，完成营救任务。此次关卡限时5分钟，切记，若5分钟的时间营救失败，天平会永远的失去平衡，你们也会坠入下方的岩浆地狱。祝你们好运。话音刚落，头顶上的计时器已经开启了倒计时，而那个女阿飘不知从哪里来的神力，仿佛瞬间变得有1000斤之重，压得天平开始向左慢慢倾斜。此时天平另一侧的众人开始惊慌起来，一位大叔喊道：“我们20个人的体重加起来大概有2000多斤，可这依然不足以压住天平。对面的女阿飘到底有多重啊？”是呀，我们现在已经是最大重量的极限了，照这样下去根本不行，大家快想想办法。这时小美再次站了出来：“大家尽量站在天平的最末端，这样可以让我们远离中心点，
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重量优势。然而，即便我们集体站到了最末端的位置，却依旧不是女阿飘的对手，甚至天平向左下坠得更快了。此时的时间已经过了2分钟，大家变得更着急了。而刚刚那位大叔因为站得太边缘，突然一个没抓牢，径直地从天平的末端掉了下去，伴随着一声惨叫，大叔瞬间就被滚烫的岩浆烧成了灰烬。然而就在这时，敏锐的青青却察觉到了一丝端倪，我好像知道如何让天平达到平衡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仿佛抓住了生命稻草，急忙地上前询问什么办法，快说快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在刚刚那位大叔掉入岩浆之后，天平向左倾斜下坠的速度变慢了。也就是说，这局可能根本不是通过重量来让天平达到平衡状态的，而是正如规则中所说的，我们要秉持着平等公正的原则。你们看，对面只有一个女阿飘，然而我们却是一堆人，这恐怕要我们……说到这时，青青顿了顿，眼睛看向周围的10几号人。此时一旁的小美顺势接上了青青的话，恐怕是要我们自己跳入岩浆，用自我牺牲的方式来让天平达到平衡，甚至是说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此言一出，众人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可伴随着时间流逝，天平向左倾斜的角度更大了。青青再次站出来安慰众人，大家不要灰心，你们还记不记得游戏总规则的第3条？若服务器内玩家全部死亡，整座城市也会全部沦陷，但只要有玩家顺利通关，则时间会倒退回开服时期，死亡的玩家也将悉数复活。也就是说，我们其中只要有一人能活下来，那么死去的所有人都能复活。小美也附和道，是的，我们现在要勇于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为了避免多余的牺牲，我替大家一个一个往下跳，并时刻关注天平的状态，不管活下来的最后一个是谁，都希望他能够将死去的所有人重新复活。此话一出，瞬间激发起了众人的勇气，纷纷表示赞同。其中一个人还将随手带的卫生纸撕碎，上面写好了1到19的数字，让大家抽签决定跳下岩浆的顺序。而我不知道是不是踩了狗屎运，抽到的号码正是19。青青和小美却没有这么幸运了，一个是15，一个是1。抽到1号的小美并没有胆怯，反而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作用。很高兴认识大家，我命由我不由天，希望我们还能再见。说完，他便主动跳了下去。而接下来的时间内，大家按着抽到的顺序，犹如下饺子一般，一个个英勇地跳入了岩浆中。而巨大的天平也不再向左倾斜，缓缓地变得平衡起来。终于在倒计时即将结束时，天平达到了完美平衡，而存活下来的也只有我自己一人。此时，天平对面的女阿飘发出了阵阵笑声，哈哈哈，你真幸运呀，成为了最后的赢家。现在你有3个选择：一，你可以成为这款游戏的代理人，继续扩大规模，让更多的人参与挑战；二，回到你的世界，向所有人保密这件事，你可以拿走丰厚的资金奖励，但其他死去的人不会复活；三，时间倒退到开服之前，你没有任何奖励，但所有人可以重新复活，你自己选择吧。我看向那个女阿飘，我想你就是上一次开服游戏中的最终赢家吧？女阿飘轻轻一笑，没错，但我和你不一样，在我面对最后这关的挑战时，所有人都不愿意自我牺牲，他们拼命将队友往岩浆里推，而我侥幸才在激烈的打斗中存活下来，所以我选择继续扩大规模来考验人性。降之，就算你救活了所有人，他们也不会感激你的，你要不要留下来和我一起？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不会忘记青青和小美，不会忘记死去的队友，不会忘记他们做出的牺牲。我选择3，退回开服之前，复活所有人。随后我眼前一黑，回到了3天之前。我的手机上再也没有了那款恐怖的游戏，小区也恢复了往日的安宁。此时的我感到无比的轻松，打算去楼下吃顿火锅奖励自己。没想到正好碰见2道熟悉的身影，他们见到我后轻轻一笑：“你好，我叫青青，我们是不是之前见过？”